大家好，我是萨姐。今天我们来做墨西哥咖啡包。刚出炉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咖啡味，造型圆鼓鼓的，特别的讨人喜欢。一口咬下去，外皮酥脆，加上松软的面包，好吃到爆。今天的甜面团用直接法来发酵，盆里放入所有干性的材料，再加入淡奶油、炼乳、鸡蛋液，鸡蛋就选1枚小号的，最后加入水，用除湿机先低速搅拌大约2分钟左右，等见不到干粉就调成中速。甜面团的糖分和乳制品成分比较高，容易粘底，需要勤快一点，用刮刀刮干净。差不多揉了12分钟左右，面团已经发生变化，有一定的延展性，但一拉扯很容易断裂。加入室温下软化好的黄油，继续中速搅拌。黄油和面团粘在盆壁或者底部，一定要刮干净，这样可以帮助面团更快的出模。大约10分钟之后，面团已经达到完全扩展的状态，形成较好的面筋。取一小块做手套膜测试，轻轻将面团往4周拉伸，非常的轻薄，不会轻易破裂。即使破了，4周也是光滑的。保鲜膜盖好，在大约25度到30度的环境下进行第一次的醒发。如果室温太低，就将烤箱预热75度大约2分钟，温度稍微上来一点就放入烤箱里醒发。醒发的时间也根据温度情况来定。等面团发到2倍大了，手指蘸上一点面粉，戳入面团的中央，如果不回缩，就代表刚刚好。第一次醒发好的面团很轻柔，分成10小份面团，每份大约50克左右，可以做10个咖啡包。搓圆的同时，也把面团中的空气排出。表面光滑，封口朝下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。制作面包中，松弛这一步非常的重要，目的是让面团中的面筋组织得到放松，面筋链更容易适应新的长度和形状，方便整形。将面团光滑面朝下，用指关节敲打排气，面团里的气泡都被拍压了出来。搓成一个圆球。如果你喜欢面包中有馅儿的，可以把黄油或者奶油奶酪冷藏一下，用一小块面团先包裹着黄油，封口搓圆。底部一定要分严。烤盘上垫上烘焙纸，面团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隔。最后的发酵是做面包中最关键的一步，设35到38度之间，然后在下层放入1碗热水，喷大量的水汽，达到一定的湿度，发酵大约1个多小时。来做咖啡包表面的咖啡糊，用室温下软化的黄油，打蛋器手动搅拌变软，放入糖粉，继续搅拌。到完全融化，并且颜色变浅。打1个小号的鸡蛋，分几次加入蛋液。这时候很明显可以看到油水是分离的。速溶咖啡用热水融化后，放凉倒入，继续搅拌。油水还是分离，没关系。倒入过筛的奶粉和低筋面粉，搅拌成面糊。
好像现在我家的室温才13度，面糊比较厚重，用之前可以放入微波炉里加热5到10秒钟，面糊变得非常的顺滑，但是不会快速的流动，就是刚刚好。如果室温比较高，怕融化，可以先放入冰箱里冷藏一下。发酵好的面团胀鼓鼓的，大了1倍多。预热烤箱175度，我们来做面团最后的加工。咖啡壶倒入裱花袋，从面团中间开始挤螺旋纹，挤7到8圈，不用挤太多圈，一会儿表面一受热，咖啡壶就会融化，覆盖整个面包。放入中层175度烤22分钟。当厨房充满了浓浓的咖啡香味，面包也差不多烤好了。烤好的面包放在架子上放凉，咖啡的香味实在太浓郁了。墨西哥咖啡包最适合在还没完全凉透的时候吃，表面变得脆脆的，咬一口，面包组织也非常的松软。完全放凉后，表面会变软。吃之前可放入烤箱140度左右烤10分钟，就又变得酥脆了。我是萨姐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